Hello，大家好。这一期我们来看稻草人啊，它的符文又有新的更新啊，出装也是跟之前不一样了。首先啊，这边可以看到他这打的是巅峰赛，不过不是他巅峰赛啊，不过他不是他自己的号啊，他后面是换了个号，然后呢，但也是传说局巅峰赛传说局的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种质量局，他这套符文发挥的怎么样？符文和装备，他这边带的是什么？带的是那个冰霜领主，那就很离谱了。就是他这个就是上去就是触发，直接打出控制，只要技能命中对方，就肯定能打出控制嘛。然后又能有那个减速效果，又有控制啊，然后又有免伤，然后再搭配那个叫什么三蓝是吧？风暴聚集玩到后面，他这个法强就越来越多，然后再加上这个专注，还有秘术功力啊，就是加大招、减大招 CD， 增加大招伤害。说实话很变态，这套符文我看完以后我觉得很强。强到爆炸！我建议你们真的可以去练一手稻草人，赶紧玩。我怀疑后面他肯定会削这个冰霜领主的那个效果。如果一旦很多英雄能吃到这个红利的时候，就冰霜领主这个红利的时候，出装的话，就是他第一件选择做禅意，而不是选择做那个 CD 书了。这里被动的话是能去判断附近有没有眼，知道吧？所以这里的话就直接跳大招，然后对方连反抗的能力都没有啊，还是塔杀。哦，这边辅助的话被对方打野抓了。这边的话还没有调设置啊，所以还是这里的话要把那个距离最近调一下，优先选择敌人的时候就距离最近，这里着重讲一下。没有大招，还是稳稳的刷野。其实你可以看到稻草人刷野的话也不算慢。这边等野怪，但好像可以尝试抓一波。这里的话直接大招。这边啊，连人带兵一起吃，很舒服。说实话，青钢也是有点小亏的，因为没有人头入账，而且兵线的经验啊那些都被分走了。像你的那个稻草人的被动的话，是会，就是说，如果附近有眼，是对方知道你的视野的话，你的那个中间那里的那个状态栏啊，是有这个看没有？这附近应该是有眼，被看到了的。啊，这边拿着那么大优势，然后队友猛送是吧？
如果你把那个就是前面有讲到说调那个技能最近的话啊，这样的话情况下，你的那个技能的话就不用说用甩，直接它就会可以点出去，知道吧？按点就行了，不用，甚至都不用去拉技能，就是去瞄准什么的。像你永恩的话也是可以这样子啊，选择距离最近。这里大草直接就闪现进去，直接轻轻松松啊拿下双消。哎，说实话，就这样玩稻草人，对面双人路根本就没有活路，你知道，只要有一波机会就可以抓。就看完以后，感觉这种传说局都轻轻松松了，是吧？你看这个血量，对方一套技能打完以后，还不是死，但先攻还是这边的。你看没？他是吃了石头人大招，然后又吃了那个谁啊？吃了那个寡妇的大招，就2个大招。然后他这边有冰霜的话，就是冰霜领主的话，你看没有？又肉我。简直前期就是又能扛又能打，而且他第一件的话，为什么做残役？我大概明白了，就是他要有一定的坦度，而且又要让大招的那个要有一定的，就是吃到一些 CD 啊，然后让大招的伤害啊更多一些，那就残役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，既能扛又能打，对吧？而且还有技能级数。像炸弹人的话，你就是，靠 W 技能啊，最后一段去，最后就是你要卡好 W 要爆的那一瞬间，然后再 E 技能承接，这就是你那个稻草人的一个斩杀线。这里直接大招过来，闪现跟伤害，A 死。说实话，这波有点可惜啊，这种强行去杀对方，但发条杀掉是好处，因为他是拿了大人头的。你这一波跟他换的话，其实是蛮赚的。然后也自己的伤害 AOE 那些打满了，对方已经交了很多劲了。这一把就刚刚那一波团战，对方是完全没办法去接的。可以看到，这就打的是传说局啊。现在的传说局含金量还是很高的啊，没有说有混子现在就是说立刻能混到那个传说局。这里的话，利用被动啊，检查一下这2个草都是没有眼的。你看左下角就是冰霜领主这个旁边这个，那这里的话，你看没有？它这里有眼，说明旁边就有那个，然后就消失了。哦，眼刚好消失了。哦，那就是纯运气。哦，是在这边这片区域有眼。不是草里面有眼，而是那旁边那里有眼，我还以为是触发 bug 了，怎么会打出恐惧？应该是河道位置那边是有眼的。但你这个恐惧完，你这个也是会消失的啊，所以是很正常的。
这里来蹲一手，看看能不能蹲到。这里啊，尝试盲跳，但没人，那就在旁边打打输出就好了。这一波纯预判失误，知道吧？不过没关系啊，30秒的一个大招啊，是吧 ？CD 很快，没关系。关键是刚刚那个射手漏了，然后以为寡妇会过来抓，不过对方没有。这里 W 闪，上来就一套控制 ，A 接 E 是吧？刮一刀，收掉人头，这边往后拉。而且稻草人如果有个还有个小技巧，就是你那个这里再大招跳回来，杀2个。你看他这个大招被动，那个嘛被动，击杀完人以后又有那种分身，又能扛伤害，又能那个，就是你杀掉这个分身是吧？又能那个，又会产生恐惧。我感觉稻草人估计还是过段时间是会被削的，只不过现在玩的人少了而已，没那么多，然后没那么多人玩这个稻草人。所以官方估计还没有发现这个问题，没有发现这个稻草人有多强。因为他们不玩这个游戏，对吧？而且他们就算玩，也不可能说有高手，他们顶多就看看数据啊，看完数据以后啊，这个什么啊，班率太高了，那就削一削啊，这个胜率太高了，那就削一削啊，就这样子，对吧？哦，还有就是刚刚没讲到的，就是稻草人如果原地站2秒钟吧，好像是，然后会就像是那个别人就会就是判定你为这种假的稻草人，然后你的技能再命中敌方的话，也是能产生恐惧。这里准备跳大进场，毫无游戏体验。对面，哎，说实话，跟你们讲这个英雄强，确实强，但如果你站在那种受害者方角度来说，你说去做这个游戏做这个说是很好的平衡。这个英雄之间的平衡做得很好，手游真的是，那这个平衡说实话就是一坨，对，上来补伤害就行了，再大招跟过来，你看没有？这里一炸又一个恐惧，这里一技能帮一下队友啊，就刮一刮就行了。就他一技能都不用什么的，不用瞄的，就点就行了。14分钟15000的经济啊，分均1000多，我天！现在的话，他是第4件是选择做那种叫王冕了，这样的话可以扛一些关键伤害。如果对面是那种菜刀队蛮王啊什么的，你就可以做一下那个灵能投射器。但常规的正常的局的话，你就先做这叫什么？王冕就可以了，因为王冕的话，最好的一个就是避免被落地的话，就直接被控住，然后你就是什么？这里的话，天赋的话是完全不用换它，就这些血量就可以了。
就是这一套符文完全就是够容错了。前期有一件那个禅意这件装备啊，第一件就直接做它，你就发现你巨肉，你知道吧？15分钟满装备啊！15分钟冰霜领主都打了1000的输出，哎，这真的不差吧？这寡妇，寡妇说遇到鬼了都，这什么东西？而且稻草人打野真的无伤，他有 W， 虽然说就是之前如果就伤害真的很爆炸，之前虽然说调整了，大家会觉得他不行，那上个版本确实会差一些，但你放到这个版本，这个英雄，我跟你说，他就是完美的吃到了版本红利。哎，这里跳过来一个 Q1 夸死，回头把这石头人给秒掉，然后利用这个大龙 buff， 应该可以尝试一波了。而且你可以看到他这个血量，寡妇打一寡妇打一套都没有用啊。这里触发了冰霜以后啊，他就是能抵消伤害，这里直接就跳大，塔都守不了。那行，第一局应该就到这了啊，游戏结束。后面还有一局，欢迎大家接着往下去看。